来，叫阿姨，叫姐姐吧。奶奶，你们是一直住在这儿吗？是啊，我们住了4年半了。哎，那你们就是从家苑大厦刚建好的时候就搬进来了？是啊，嘟嘟就是在这儿出生的。那你们在这儿住的时候，觉得房子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我们住了几年，一直都是挺好的。就是物业有时候有点不太负责任，一点小事儿吧，你打几个电话他才会过来。只有物业上的问题啊？我听说……哎，这位小姐，你想干什么？请不要骚扰我们的业主。这算什么骚扰啊？我只是打探一下情况，想知道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方便我买房啊。这样，我正好跟他有几句话要说。您带孩子先到那边去玩。哦，好好好，来，小姐，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我不是说了很多遍吗？我到这儿想看一下房子，我问一下大家，想了解一下房子的情况吗？想买房子？我怎么觉得你这一直在打探消息？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这样吧，你跟我去趟办公室说说情况。小姐，走吧。老婆，怎么了？公司的事情刚刚忙完，让你一个人看房辛苦了。对不起，二位是？啊，这位是家苑大厦的物业经理。我们两个呢，刚刚结婚，想买一套婚房。我老婆呢，一直很喜欢家苑大厦的地理位置，现在想看看咱们这儿还有没有南北通透的两居室啊。你们是结婚要置新房，正好我们大厦呢是有几个单位正在出售，5楼一个业主的钥匙呢是由我们来保管，你们可以先看看，参考参考。你去把钥匙拿一下。二位，经理，家苑大厦的物业是开发商的物业还是外聘的物业？我们是开发商的物业，这样好，有什么问题都能及时沟通解决。要是外聘的物业，到时候出了事情，他们是两头跑。那房屋质量怎么样？放心吧，我们大厦用的都是品质最好的建工材料，你可以随便问问，所有用的物料都是名牌，质量你绝对放心。经理，钥匙，来这边。来，二位请进，看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是新装修，业主刚装修完了，因为突然决定要出国发展，所以呢委托我们物业代为出售。您看看这个客厅宽敞，采光又好，作为你们的这个婚房的客厅，应该相当不错的。你再到这边来看，厨房、饭厅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刚好我也看不懂这些，我自己去买瓶水。啊，那我去了。先生，这边就是南北通透的卧室，这边看。人进人出一定要维护好。好嘞。先生，您太太去买水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回来？啊，他从小就路盲，不好意思，我去看看。你干嘛？
我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千万不能因为我们两个的疏忽坏了老板的大事。你赶紧找几个人到处去看看。好嘞。哎，您太太回来了，啊，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卖水的地方。可能是对这边不熟悉，不知道二位看了这房子是否还满意？你觉得呢？听老婆的。嗯，我们再考虑看看吧。这是大事，考虑考虑也是应该的。哎，这个你。嗯，走吧。慢走啊。钱总，啊，对，可能是我们想多了吧。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是说我的方法浪费时间吗？事实证明，你确实是在浪费时间。你这样做很笨。我是在看建材方面的问题。再说了，就算物业经理发现了，他能把我怎么样？可是建材确实没有问题，而且嘉苑大厦的物业是开发商的，也就是说，物业经理是钱总自己的人。你现在到这里贸然进行调查，你这样一个小动作会影响整个项目进行的，你知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在公司和冯德生开会，冯德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接电话的时间点正是你到这儿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电话很有可能是钱总打的。政委，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讲很重要，我们在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轻易引起钱总和冯德生疑心的。到底是对公司很重要，还是对你陈孝正个人很重要？周总，陈助理，林经理他们对咱们投资嘉苑大厦这个项目非常的感兴趣，也许这就是我们和星茂的第一个合作。陈助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陈助理这次评估分析报告资料很全，分析的精准，不错，做的不错。这样约一下钱经理，尽快签约。哎，老冯啊，这次能出层合作，功臣啊！你看。
薇姐，你怎么了？全校证，查到了。你怎么了？已经晚了。董事长说要尽快和钱总签约。为什么呀？事情不是还没调查清楚吗？怎么就签约了？我也不知道。冯德生给周总打了个电话，不知道说了什么。周总就责备我，说我延误工期，耽误进度，还把这件事情捅到董事长那儿。董事长说已经决定了。师傅怎么能这么糊涂呢？这个合同不能签。我听说嘉苑大厦是因为债权结构有问题，所以才一直找不到买主的。我们不能当这个冤大头。你怎么知道的？你有直接证据吗？如果没有直接证据的话，钱总和冯德生是不会认账的，董事长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一面之词取消签约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要不我去找找师傅吧，让他帮帮我们。周总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为什么呀？我们现在需要直接证据。这样吧，这件事交给我了吧。等等，我和你一起。11年的财务报表你看了没有？我看到他们那个财务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对，年初的贷款额和年末呈报的根本就对不上。还有钱总的公司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他们的财务上面也有问题。银行去年的借贷额度也有问题。哎，你不觉得咱俩这么对很累吗？要不然我去找你。好，那我去接你。干嘛呀？跟做贼的似的。你才做贼呢！你这……哎，郑秘书啊，陈助理好。你们，陈助理怎么了？没什么。没我们碰巧遇到的。你们两个在聊公事啊？啊，那你们聊，再见啊！再见。哎，再见。你看，那个就是你住的公寓，从我这儿能看到你住的地方。可是从我住的地方，却看不到你这儿。你们高层领导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比我们这些小员工住的地方高级多了。沪江最好的景观，应该就是这儿了吧？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开始吧。
忘掉。我不管以后我们在不在一起，你这辈子只能给我一个人剪脚指甲，可以吗？阿正，分开后的日子，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说你还是那个孩子吗？衣袋里藏这么多年，也不注意一点自己的仪容仪表，这还怎么穿凉鞋出门啊？多不漂亮！你的毯子好香啊，真好闻。应该是太阳的味道吧？真的？太阳的味道。喂，董事长告诉我，你拿下了嘉苑大厦的合同，他一直表扬你呢。你怎么了？没事儿。对了，我这次回来，我们俩……我最近工作比较忙，要不然我把手头上的事忙完再说吧。那好吧，你先忙。再见。周总，嘉苑大厦的问题严重，5家公司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师傅，如果我们现在就签约的话，背了这么大的财务黑锅，到时候就真的后悔也来不及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告诉董事长的话，一切叫停还来得及。来不及了。昨天董事长打电话告诉我，星茂投资对嘉苑大厦也感兴趣，决定暂停其他的项目，参投嘉苑大厦。师傅，但是我不明白，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个烂苹果了，还要吃进去吗？没错，
为了苹果林，这份合作信任所带来的收益会远远大于嘉苑大厦给我们带来的损失。重点是，我们和星茂投资之间的几个项目都已经通过，箭在弦上，就等星茂的资金到位就可以启动。嘉苑大厦就是我们和星茂之间搭建信任的桥梁。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林静起疑，怀疑我们在嘉苑大厦之外其他的项目也有问题，那么这个损失，我们公司是承担不起的。师傅，不要再说了，好好准备明天的签约。一切要结束了，可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阿正，你先别灰心，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我不甘心。薇薇，我真的不甘心。我一想到冯德生那个畜生对你做的事情，就想给他点教训。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帮你报仇。可现在呢？只能这么静静的看着。静静的看着。阿正，已经够了。我去给你拿药。来了，你来很久了，好像你这喝醉了。哎，喝什么？马提尼。Hey bartender, one martini for him, double whiskey on ice for me, thank you. 酒量不错。Better than you, my friend. 哎，你在米兰的时候不是说最讨厌假洋柜子吗？ Speaking Chinese， 说吧，你找我来今天是公事还是私事？公事私事的，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叫你出来喝杯酒不行啊？啊！再说了 ，I just signed a huge case, and I want to celebrate with you for the double win. 无药可救，你就说家院那个 case 是不是？哎，不是还没有签约呢吗？已经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了。这个项目拿下来，我们和星茂的合作，是不是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下去了？看来你今天找我来是谈公事是吧？
哎，如果我要是想找你聊聊，聊什么 ？Never mind, pee first。哎，Tony，你包掉地上了。哎，Tony，你包掉地上了。喝多了。林经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请你相信我，嘉苑大厦这个项目绝对没有问题。您就不要再解释了。这次我们得到的数据很详尽，关于嘉苑大厦的产权负债，我们也讲得很清楚，这些数字也得到了证实，准确无误。我们星茂投资对每一笔风投资金都要承担比你们更大的风险，你明白吗？所以这次合作我们退出，接下来跟新辰的其他合作可能也需要暂停。林经理，有的话得想清楚了之后再说。现在市场第一名，只有拥有资本的公司才能稳住市场，乃至控制市场。星茂考察的项目可不止你们一家。既然林经理这么说，那我不妨实话实说。就在刚才，我已经把嘉苑大厦的全部情况交到了贵公司卓董事长的手上。其实你也知道，贵公司对嘉苑大厦这栋大楼本身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这栋大楼下面的地皮。因为掌握在贵公司手上之后，就可以推动你们公司跟政府在其他项目上的合作。我说的对吗？所以啊，嘉苑大厦这个项目，你们的董事长是志在必得，就是赔钱，他也不怕。喂，董事长，林静。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辛苦你了。我已经订好了酒席，希望大家都能赏光。哎，陈助理，你也要赏光啊？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就不去了。这怎么可以呢？你身体不好就少喝点酒，多吃点菜。好了，身体不舒服，早点回去休息。项目做得漂亮。怎么不是抬举呢？他就这副德行。这次是我的事儿，多亏你了。你懂得。你想知道这枚戒指的意义吗？这枚戒指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耻辱的戒指。
这是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我的教授送给我的。我教授毕业于加拿大工程学院，1900年。当时的加拿大政府聘请了工程学院的一个毕业生，设计并且制造当时最长的大桥——魁北克大桥。7年之后，当这个大桥马上就要竣工的时候，发生了垮塌事件，死伤近百。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设计师过于自信，为了节省成本，擅自延长了大桥的长度，并且忽略了横架重量的精确计算，才导致悲剧的发生。本来应该成为加拿大人骄傲的大桥，却成了加拿大人的耻辱。工程学院因此蒙羞。学校联合了另外7所工程大学，一起集资，埋下了大桥的残骸，铸成这一枚枚小小的戒指，颁发给每年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并且规定这枚戒指只能戴在小拇指上，就是想用它来提醒每一个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你是一名工程师，你写下的每一个字，你在图纸上勾勒的每一个线条，都不代表你自己，它都关乎于千百万人的性命安危。这么多年我一直带着它，我也是一直这么要求自己的。可是我今天终于明白，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在利益面前，我们就是狗屎。今天我们设计的大楼再坚固，可在利益集团面前，明天我们只能成为他们摆布的小丑。这件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阿长，你别这样，也许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呢。办法？什么办法都已经没有了。陈小正，你能不能不要这样？那我能怎么样呢？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可现实呢？人微言轻，你懂吗？如果我要是董事长的儿子，他们现在敢这么对我吗？你总说我脑子里只想着升迁、职位，可每当生活给我打击，我想反抗的时候，他又一拳拳的给我了重击，打到我胸口上。在这个社会里，你没有权利就没有话语权，你没有权利，你就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每天只能忍受着生活带给你的不公平。阿长，耻辱！相信公平，才他妈的是耻辱！阿长。不是这样的，阿长，不是这样的。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戒指给你找回来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阿正，你开门！我说过我会把戒指找回来的，你开门啊！阿正，阿正，阿正，你把门打开！阿正，你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吗？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陈孝正吗？这，你开门好不好？阿正，小刘，这是朱总吩咐的项目计划书，你尽快办一下。好的，您放心。对。陈助理，赵总，您刚刚吩咐的项目计划书我已经交给小刘了。哦，好，知道了。看什么看？饿了？我有事吗？师傅，是您带我进入星辰的，我在这儿学到的一切都是您教给我的，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是公司的副总裁，我有义务刷新公司的陈旧观念。您一直以来都对公司的改革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可是为什么？嘉苑大厦这个项目，我们跟星茂集团做出了双赢的选择。我们拿到了星茂的投资，星茂拿到了改建的土地和跟政府继续合作的机会。至于那些烂账，已经不重要。也许对你们来说不重要，
可是住在家苑大厦的那些人呢？现在债权上那么乱，如果家苑大厦真的被推翻了，他们找谁去索赔？这种案子年年都有，家苑大厦的问题早就存在了。即使我们不出面，也会有别的公司出面收购的。可是，听我说完，那些住户应该自己去解决，否则的话，早晚也会出问题。你明白吗？师傅，我和陈孝正去处理家苑大厦的合同，虽然是为了能够进入设计组，可是我现在家苑大厦这个收购项目做得很好，董事长很满意。陈孝正会因为这个升迁，你呢也会因此实现你的理想，进入设计组，这有什么不好？嗯？还有事吗？去忙吧。鱼缸里死了条鱼，该清理一下了。你刚才那个围巾买不买呀？我想了下，还是算了吧，就一条围巾有点贵。哎，你们家老吴不是挺有钱的吗？那也不能乱花呀。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你得听我说。老婆用老公的钱天经地义，夫字反过来是什么呀？就是人民币的符号。丈夫反过来念是什么呀？是付账。你都不让他给你付账了，怎么叫他丈夫呢？软软，你可要好好听我说。千灵成整，万毛成毡，只有大意吃亏，没有小心上当。虽然你现在年轻漂亮，但时间不等人。真等到你老了之后，大姨妈都离你而去了，更何况是男人呢？照你这么说，世界上还有好人吗？你别灰心啊，还有一样东西，女人的赘肉。哎，你说你平常是不是就是这么对你们家何意的？哦，对了，软软，我最近听说一个事情。什么呀？你们家赵世勇他们家是在接受调查吧？是吗？不是说他娶了一个局长的亲戚吗？怎么没帮他？我也只是听说啊，他们家一接受调查，女方家就不接电话了，闭门不见。真是没想到啊！哎，我也有件事情想和你们说。我今天在建大好像看到朱北了。真的假的？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他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可能是我太想他了。他们家一接受调查，女方家就不接电话了，闭门不见。真是没想到啊！
谢谢。你好，这是我的资料。这是我的，特别想加入星辰。不好意思啊，我们星辰是不收女生的。那你怎么在星辰工作呀？她是你女朋友？是。虽然我们是情侣关系，但是我们学业还是很优秀的。那你们为什么想加入星辰？我想做建造文明的工程师，建设好每一栋大楼。只要让我加入星辰，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你们的梦想我很感动，但是星辰有星辰的规定，如果星辰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他可能就会出国了。不好意思。你们回去等消息吧。真的，谢谢，谢谢。今天你的行为很反常，这不是你以前的作风啊。怎么，良心发现了？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那我们就是他们分手的导火索，始作俑者，这样不公平了。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我们真的留下了他们，最后这个男生还是出国了，你觉得这个女生一个人留在星辰，会过得好吗？选择往往都不在这些客观条件里，在人的心里。薇薇，出国的这4年，我不是没有过遗憾，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知道，即使我选择留下，那接下来的4年，甚至接下来的10年，我每天都会拿着和我付出极为不成正比的薪水，我每天会在事业和感情中做着艰难的抉择，让我最爱的人和我一起受委屈。每天面对生活的不公和柴米油盐的争吵，我只不过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相信，只要终点不变，不论发生什么，最终该在一起的人也是会在一起的。你心里还有我，对吗？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情。这些收尾工作交给你了，我先走。
欢迎大家来参加齐儿老师的讲座。齐儿老师呢是保护古建筑团队的发起人，也正是伴随着这个团队的一举一动，那些正在消失的老建筑、老物件又再一次的引起了许多人对于我们现在所居住城市所经历变迁、所隐去历史的尘封记忆。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齐儿老师上台。很高兴把保护古建筑这个概念带到华东建筑大学和同学们分享。今天呢，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和同学们分享，那就是保护古建筑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一直被人们使用下去。有些同学乍一听觉得，哎，有些奇怪，想要问我了，我们总不能搬到故宫里去住吧？古建筑一定要保留，一个都不能少。很高兴齐儿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演讲，真的是让我们受益良多。同时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校将聘请齐儿老师作为我校的客座教师，为学生们上课，为大家讲述更多的古老建筑的保护知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若简老师上台，为齐儿老师颁发客座教师证书。欢迎加入华东建筑大学，谢谢石老师。石老师，齐儿老师长得很像我以前教过的一位学生。小北，小北，这位同学，你可能认错人了，这位是钱阳老师，他的演讲会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你就是小北。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我叫齐尔。喂，冉冉，我看到他了，我确定就是他。我看我怎么知道他的东西。走。就是这儿。你确定在这儿吗？我看着他走进去的，这是以前于老师的办公室。周小北，周小北，你快点出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里边。现在改的什么破名字齐尔？小北不好听吗？你出来，周小北！小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假装不是你自己，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我们。可我只知道，这5年来，我们都好想你啊！我们有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说。你不开门可以，我们就站在门口，我们就在这儿讲给你听。朱北，
陈向正把我甩了，他拿着曾玉的留学名额去了米兰，我一夜之间成了全校人的笑话。我那个时候在想，要是你在我身边就好了，你一定会跟我说：“魏爱妃，你别哭了，再哭就不漂亮了。”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建国大业，你还记得吗？虽然你不在，我们3个都替你一起看了。我们买了4个人的电影票，还买了你的爆米花呢。还有照毕业照的时候，我们专门在中间给你留了一个位置，想等到你回来之后，然后让你穿上学士服，再补拍一张，然后我们再把你给 P 上去。小北，我结婚了，我给你发的我结婚的邀请函的邮件，我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喜糖我还给你留着呢，里边是你最喜欢吃的9星巧克力。还有啊，我老公啊，微微和娟儿都已经见过了。是个外科医生，以后我们看病啊，再也不用花钱了。都那么有钱了，还这么抠啊？我呢，也过得很好。小北，我们不是说过要一起青春不朽吗？你都不在，我们怎么不朽啊？小北，我们想你了。你出来吧，就开开门吧。好。小北，你是谁呀？太感人了。小北，哭成这样了，还说自己不是朱小北。爱妃们，想这样了吗？希儿，老子给你耳光，还得我走了不还了。真好想你们了。干嘛呀？说，干什么？啊！我投降！我说还不行吗？我说还不行吗？哎呀，啊西！其实吧，我也不是故意想瞒着你们不承认的，我一直想当一个老师，你们知道吗？好好说话。哎，装习惯了这么多年。哎，我挺想当一个老师的，现在也算是实现了这个理想吧。你说，如果要是我承认了身份，让他们旧事重提，毕竟当年我被开除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是吧？其实你当年也没做错什么呀，楚北，你怎么能把我们大家都丢了呢？微微，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嘛。小北他想的其实也有道理，还是我们家软软比较善解人意，懂人心事，真是我的好爱妃。我可是已婚妇女啦。已婚？对哦，这都已婚了。哎，说到这件事情，你老公什么时候回来？放心吧，他今天加班，肯定不会回来的。那不早说，那还拘着干嘛？我看见
天空很蓝，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情在这里，他永不嫁。有太多遗憾。我的眉毛为了你画，我的眼睛为了你眨，我的心里没有他。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好像坐了时光机，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我们还是18岁吗？现在你们都是妇女，还装什么18岁？朱小北，就这儿吧。你先坐，等我一下。好。你好，哎，你们老板呢？我们老板在那边呢。开阳，哎，你给我站住！装什么大尾巴狼呀？那个，你今天怎么来了？走，带你见个人。谁呀？小北。朱小北。站着干嘛？坐呀，快坐。叫齐尔。等等啊，因为你别闹了。开阳，微微，你这样有意思吗？小北，你好不容易才回来，我真的不希望你。这就是我不愿意出现在你身边的原因。微微，你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觉得你做所有事情都是在对别人好。
有时候你这种好，我根本就不需要。不好意思，我学校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小北，小北，这么多年，在你眼里我还是那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让你觉得可怜，等着你施舍的那个人是吗？你别自作聪明了，我不需要，我也不想要。而且我叫什么名字，和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关系。程伟，你这次太过分了。我不是你的玩具，你不想要，就把我送给别人。我也是一个人。开阳，我没有把你当成玩具。如果我早知道我现在生活是这样一团糟的话，其实当这间咖啡厅的老板娘也挺好的。可是开阳，这就是生活，我们早就已经做好了选择，没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其实曾经有一刻，如果我可以勇敢地向前迈一步，也许我还有最后一搏的机会。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永远也不可能是我。我们的相识是那样的青春无畏，那样的兴趣相投，那样的珠联璧合。就算你狠心的拒绝我，我也无数次的下定决心要离开你，但到了最后，我还是害怕会失去你，我只好在背后默默的守护着你。你哭，我给你擦眼泪；你笑，我陪着你一起笑。这么多年，我还真累了。我现在也明白了这个道理：爱一个人7、8分就好了。我对你的爱，就是因为太满了。你累，我也累，所以相对于爱情来说，我现在以朋友的身份在你面前特别好，这样这份感情我们可以更长久一些。开阳，就是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我才希望你知道朱北为你做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懵懂无知，无所顾忌地接受别人为你做的一切。我是这样，你也一样。你知道吗？在上学的时候，朱北每天早上都会为你早起2个小时，就为了跟你一起打篮球。他每天晚上都不吃饭，是为了跟你在麻辣烫偶遇。我从来没有和朱北吵过架，唯一的一次是他为了保护你，
那你明明知道他对你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呢？就因为你做人太自私了。许开阳他也是，他也有心，他也会疼啊。我知道开阳对我好，不代表他对我好我就要喜欢他吧？喜欢是两个人的事情，不可能因为他喜欢我就喜欢他。还记得你送给我的豌豆公主吗？被你丢掉了，被我忘记了，可是却承载着朱北所有的爱。开阳，我们不要再顾影自怜了。其实，在这条爱情的食物链里面，我不在最顶端，你也不在最底端。我说这些，不是想要给你指任何一条路，我是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一直都爱着你。张开，张开！喂，魏娟啊，家门钥匙你是不是拿走了？对呀，在张开那儿不用钥匙，你找张开吧。那个张开他不在家呀，不知道去哪儿了。在哪儿呢？我去找你一下。师傅，到夜色酒吧。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找何意了。喂！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可以。我还说。李月姐，别在那儿演那些楚楚可怜给谁看？我何意出来玩这么久，你也算是高手。这一路过来，你是处心积虑，步步为营。演，出去演。可以，我怀孕了。你给我打开！差不多得了，别太过分。我请你给他留点自尊心。啊哈，这不是装修工人吗？李薇娟，你连这么大岁数的装修工人你都不放过啊？何意，我真的怀孕了。怀孕就他妈打了！2万，2万够不够？我这干嘛？上人！上人！别闹啊！走啊！走！没事了。
吃不到的醋最酸，先动心的人最惨。你不是问我，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吗？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起来吧。我爱的是他的人。这场爱情游戏我输了，输成了现在这副样子。走吧。还忙着呢，就是回来拿点东西。做剧场设计图呢？哦，周总说让我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吗？在这儿歇一会儿就走。别睡着了。你要是实在想睡的话，去后面那个休息舱吧。喝点热茶吧。热水都是我给你提到楼下，你的饭盒都是我给你洗的。你喝醉了，说这些干什么？没印象。怎么会呢？我刚来公司的时候和他一起吃饭，你们俩就对面坐着，一整顿饭他就直勾勾的看着你。有吗？你记错了吧？我怎么可能记错？那天你上身穿了件白色的 T 恤，下身穿了一件淡绿色的短裙，上面都是点点的那种，头发是梳起来的。不重要了。
我太渴望那簇微弱的喜悦的火苗，摇曳的，风一吹就会熄。但这毕竟温暖了现在的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自己的记忆，记住快乐，忘记悲伤？难得糊涂。我毕竟曾经爱他，我多么想永远记住这1分的甜，忘记9分的苦。因为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伤心了。谁又不想重新走回阳光底下？不得不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真是惊人。这些资料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想让你先熟悉一下。您不是说了让我工作再努力一点吗？怎么，晚上又加班了？年轻女孩子晚上应该多一些自己的私人时间。师傅想到哪儿去了？家苑大厦那个项目之后，你和林经理还有联系吗？很久都没联系过了。虽然你们是青梅竹马，他对你也挺上心的，但是人太精明，也许不是最好的感情归宿。对了，上个星期1连2天的晚上，我在这儿加班，都碰见了陈助理。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看见我在，想跟我聊聊。可是坐下来没说2句话，他又走了。这个年轻人还真有意思啊。是挺有意思。什么事儿？周总，工地出事了。怎么了？星茂投资分公司在建的高楼脚手架突然散落，4个人重伤。老冯，我也没想到这次怎么能弄成这样，我那是真的压不住了。你这次可一定要救我呀！你捅了个大篓子，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你怎么敢在建材上面动脑筋？账目做的那么难看，漏洞连连，我怎么帮你？我们分公司和你是紧密相连的呀，如果我出了事儿，慢点，慢点啊，慢点啊！周总啊，你们可来了，情况怎么样？有几个伤的？重伤了几个，还有几个轻伤，2个正在抢救。陈助理，你在这个地方盯着。郑卫，我们去抢救室。好。师傅，抽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师傅。周总，徐总。郑秘书，你先到里边看看。好。周总，徐总，这件事情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冯总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是建材是你们提供的，所以我们双方都要承担。您不用说了，周总，我明白您的意思。徐总是聪明人，这件事情只要我们双方做好本职工作，不难解决。您放心，周总，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回去吧，现在事情还没有到非要你出面的时候。那我先走。好。
周总好。星茂的林经理最近在忙什么？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和他很久都没有联系了。这次工程问题的调查主要由他来负责。你们从小一块长大，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报？我也不知道。我们希望项目经理在调查事故呈报投资公司的时候，能是调查小组。快进。朱总，魏姐，不好了，楼下有一群工人家属在闹事。闹事？该赔偿的不是已经赔了吗？说是什么呀？说是咱们星辰跟开阳建材有内部交易，建材以次充好，还什么？还试图掩盖真相，用钱收买人命。走。星辰的事你怎么看？星辰集团这次事故，虽然由分公司的经理助手承担了责任，但绝对不像表面上看那么简单。许建国和冯德生是这次事故的关键人物，却没有出来表态。再加上事故家属闹事，明显是人为安排的。因为嘉苑大厦的项目，我们刚刚在政府面前有谈项目的底气，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星辰有了问题，我们会被拖累的。董事长，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很好，我没有看错人。星辰是建筑行业里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调查工作一定要谨慎，不能有任何干扰。相关的资料我会让秘书传到你那儿的，不要让我失望啊。放心吧，周董。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dialed. 哎，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齐尔老师是在这里上课的？他在114教室上课。哦，就是前面那里是吧？对的，对的。谢谢啊。哦，没事。你们听我讲这些，可能觉得有些搞笑，但实际上，建筑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妥善的使用它，那么它的生命力才可以延续下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譬如说，在巴黎老城区，那些上百年的住宅，
至今还被人们正常的使用和修葺。没有听说过有哪个老房子专门被腾空了，做成只能看不能用的死房子。就连罗马竞技场还时不时的举办一些演出的活动。这个古建筑呀，它其实就和古玩一样，要看工、看料、看包浆、看沁色，最重要的是要看是不是被人类妥善的使用和把玩过。这建筑它不是名器，不是阴宅，如果把它脱离了和人之间的关系，那它自然就成了一个大而不当、碍眼的东西，那么保护起来自然就更加困难了。哎，齐老师，你说如果我住到了故宫里去，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可以啊，只要你住得进去，我还可以陪你在故宫打篮球呢。齐老师，您长这么漂亮，还会打篮球，我可不信。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切磋一下。好啊。齐老师，有时间吗？我们打一场。哥们儿，哥们儿，朱小北，齐尔，你不要听微微胡说八道，我这个名字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别把微微做的事情放在心上。你为什么要叫齐尔？到底跟我有？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刚才不是说了吗？齐儿两个字是软软的软拆开了写，我叫齐儿只是表达对阮爱妃的思念。如果你想打篮球，那我随时欢迎，只是最近有点忙，以后再说吧。你到底忙什么呀？连跟老同学打一场篮球的时间都没有。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喂。你什么时候来呀？哎呀，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一会儿再说。许公子也是挺忙的呀。我再忙，我也有时间给你打篮球啊。喂。露露、娜娜他们都来了，你倒是快点。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一会儿再说。哎，日哥跟你说了吗？不用来接我了。你一个女孩吧，自己不安全。啊，上车。还挺像女孩子的。那不是齐老师吗？齐老师有男朋友了啊？那这样我们不就没机会了？哎，小子，你们两个才多大呀？居然敢打老师的主意！你还不是知道学校来，你追不上齐老师。哼，我追他。拜拜。拜拜。拜。来。晚上有时间吗？哎，你说的对啊，在外面吃多没营养啊！哎，你尝尝，我今天做的排骨好像有点甜。你先吃吧。吃我吃。喝点什么？你有什么？只有啤酒。我要你身边那瓶啤酒。哎，你真的一点都不吃？我最近胃可不好啊。少来了，你太没良心了！哎，在米兰你少吃我做的菜了。你在医院里都那样了，你还给我抢排骨呢？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找我，你直接说吧。
看来你一点都不惊讶。哎，你喜欢我的花吗？你怎么喜欢这种花？这是黑玫瑰。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是在米兰的一家花店，当时那个老板告诉我，它的名字叫绅士的燕尾服 （Gentleman's Tuxedo）。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向内心的黑暗投降 （Surrender to your inner darkness）。你不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吗？你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了许建国和冯德生。我一直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黑暗面，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就在那儿，就像一头在你内心深处的野兽，一旦你刺激了它的肾上腺素，它就不甘心被困在笼子里。你知道什么？或许我应该问，你做过什么？把自己内心的黑暗面，在适当的时候，向该展现的人展现，即便用了一些小手段，也不是什么问题。更何况，我真的什么都没做。陈耀正，你的人生终于出现了1厘米，甚至10厘米的误差。上学的时候，我的教授曾经告诉过我们，任何建筑都允许存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误差，只要它建得足够牢靠，这个误差就不足以导致这个大厦的崩塌。明白。谢谢你的救助。林静，当你知道卓董事长明知道嘉苑大厦财务有问题的时候，仍然同意收购，你内心难道没有一丝丝不甘心吗？你难道没有冲动想向这个世界大声的喊，原来还有对和错这件事情？你猜？舒宝，看什么呢？又谎报军情。林涛，我这里有些东西，你或许会感兴趣。哎，晴儿，齐老师再见，拜拜。
微微，你放心吧，小北答应我了，他会来的。真的吗？还没有开始吃，味道就这么大，赶紧喷一点去味吧。哎，李慧娟，你这是胖了不少啊！最近日子是不是过得挺好？哪儿胖了？不可能。Hello， 小北。呀，这不是朱小北吗？这不是张开吗？哎，你死哪儿去了？快，让我抱一下！哎，救命！哎呀，想死我了，你知道吗？哼，就你现在这样，你张哥我都认不出来了。哎，不是他上学的时候不是这样吗？现在变成这样了，我早知道上学时候我追他了。够了啊！人家齐眼好不容易回来，你再给人吓走了。好了，老张，快让小北坐下吧。哎，快坐。稳点。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飘泊，又迷人又迷茫，又悠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啊，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那绝对不是别人，哼，那就是他。你以为你是大才子李敖呢？哎呀，我说李敖才子，都这么多年了，你们家的胡一梦找到没有呀？切，哎，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哪个女朋友跟了我，那真就是暴殄天物啊！这俗话说得好，一旦男人看过玫瑰，哪还能看得上野草啊？哎呀，要是找错了，就像那老于似的啊，老婆孩子全跑了，人财两空。哪个老于啊？我跟班儿。小北，我那天我说啊，都这么多年了，从上大学到现在，每一次见面都是吃这个火锅，这不能来点新花样吗？同意，我刚才就这么说。给你反了。哎，你说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啊！想当初你们四位213，可是在我们学校是4大美女啊，叱咤风云，独占鳌头。可今天，全落在我老张手里了。哎，等会儿一个个的啊，都让我抱一下，听见没？现在开始。哎，干什么？来，你臭哪门？找死啊呀！我跟你讲，这3个大美女可都是我的爱妃，是吧？是吧？是不是啊？我也摸一下。来，青春不朽，喝点小酒。老张、软软、娟儿、小北，当我再次回忆起这一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竟然是我们5个最后一次这样人齐又这样开心的聚在一起。这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而那些我们每一个人掩埋在心中不想被任何人发现的秘密，却被无限的放大，直到最后吞噬了我们整个青春。老爷有在，林慧娟，你跟踪我干什么？谁跟踪你了？自作多情。那你来我家干什么？这在哪儿呢？没事，老于，你回去吧啊。李慧娟，你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哎，老于，这他是。你还要在我家住多久啊？我说你还要在我家住多久啊？
想住多久住多久呀？不是，我当初啊是可怜你，所以让你住在我这儿过渡一下。这并不是代表你不工作、不交房租，我供你养你一辈子。我是你老师，不是你爸爸，我没有这个义务，你知道吗？袁洪博，我就没有见过你那么小气的男人。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没脸没皮的女人呢。我不就住一会儿吗？你至于吗？李伟娟，你看啊，你这都快30岁的女人了。啊？谁30？ 20多岁的女人了又没什么工作，还挺着个大肚子，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啊，你就这么浪荡一辈子吗？你难道就想找一个这个中年丧偶、不能生育的老男人，而且正巧呢还喜欢你这种这个买一赠一的女人吗？袁洪博，你说话怎么这么过分呢？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一把年纪了，还自称高学历，就混成你现在这个样子，老婆没了，孩子也没了，还好意思说我，我还觉得你丢人呢。再说了，是你让我来住的，我才来住的，这破地方我还不稀罕呢。破地方，冬冷夏热，脏乱差。你要房租是吧？我给你，我的一个包1万多，够你租1年的房租了。别说是露宿街头了，我就是去找个老男人，也不求你。你看，你说到最后啊，还是想依靠男人，你就不能说一声我要靠自己？关你屁事儿！李维娟，李维娟，李维娟，你让我捋一下啊！你住老于这儿，你还怀孕了啊？你还跟你前老公分手了？不用你管！哎，光着脚你大冷天往哪儿跑？你踏踏实实的去。你说你怀着孕，外边那么冷，你就住在这儿啊？老于，还愣着干什么？把包给人家。拿着你的被窝，跟我上楼。快点啊！快点！哎，你说你老于，林飞轩住这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前2天跟我一起挤着睡，还说闹耗子，哪来这么大耗子啊？去，准备放了，准备放了，哎，不让我是吗？来，咱们玩手呗。再见，输了，你拿个，行，那我看一下吧。交杯，来交杯，这种事，感觉是有点差。现在哪喝的？开阳建材总经理徐建国因涉嫌以次充好贩卖劣质建筑材料，导致工地事故，造成多人重伤，1人昏迷不醒，现已经被检察机关扣押。以上是本台记者现场报道。师傅，您的饭。喂，你好。喂，你好，我找周总。
周总他出差去了。那你帮我转达一下，下周一我来公司找他。好的，我会替您转达的，谢谢。师傅，有人煽动民工家属闹事，想把事情搞大。老冯和老许现在都在接受调查。本来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就是分公司被吊销投标的资质，可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拿了一大堆资料交到检察院去，说开阳建材以次充好。问题是我不知道检察院还知道什么。周总，我们调查清楚了，是新茂的林静，他和检察院的任检察官是大学同学。周总，我先出去了。老李，我心里清楚我自己的事儿。干嘛愁眉苦脸的？本来抬头纹就重，师傅，还在纠结你跟林静的关系啊？师傅，我真的很久都没跟他联系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帮我们。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来公司没2年，就碰上了这样的事，吓坏了吧？啊，也一定长了不少见识。师傅，我还是不明白，如果我们是清清白白的，为什么要害怕检察院来检查呢？星茂能把我们怎么样？清和浊的界定，有的时候真的很模糊的。坐吧。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候，我想有必要让你知道你师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年我跟老冯，就像今天我和你一样，你能明白吗？这么跟你说吧，老冯说的没错，没有他，就没有我周曲的今天。人有的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承认这次我失误了，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纵容了他，也默许了他。贝贝，你知道吗？大学刚毕业，我就被分到工地上当了个技术员。我心里边有自己的底线，也有自己的原则。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跟我同批分来的大学生都已经混得很不错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工地上熬着。当时老冯是我的经理，他拉了我一把，慢慢的我就懂得了人情世故，才有了今天。贝贝，你知道吗？
你跟我当年刚毕业的时候太像了，性格当中最纯真的，这是最难得的。同时，他也是最容易吃亏的。好在你比我当年聪明，很多事情你都有自己明晰的判断。师父，不是聪明，我只知道如果没有您，未必会有今天的政委。只是您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却不知道我怎么样才可以帮到你。你知道吗？刚才老李给我提了一个荒唐的建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郑薇和林静以前的关系？我拒绝了他，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也知道林静和检察院的任涛是大学同学，在星茂的卓董事长面前也能说得上话，但工作是工作，我不会让你去做任何违心的事情。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给你提个醒，以后不管是老李或者其他任何人再给你提这件事，你可以直接拒绝他。工作归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好了，薇薇，一会儿快去食堂吃饭吧。去晚了，你最喜欢吃的油焖笋就吃不到了。